Hello， 各位远家的家人们，今天第144次搬家旅行，月妈带大家到哪里玩？有看到我身后的杉树林吗？
没有错，这里是我梦寐以求、一直很想要来的露营区。然后呢，我是今天早上才订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忙到忘了订露营区。最好笑的就是我那个装备都上车了，然后我说怎么办？我还没有订营区。那这边是我一直都很想来，这里是新竹五峰的哥巴伦露营区。然后交通、天气也都在我觉得 OK 的一个状况下，那今天就来到新竹五峰的哥巴伦露营区啦。然后呢，大家看到我客厅搭好了，里面都还没有做任何的布置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今天久违的带柴炉来烧啦。那所以我想要先设置好柴炉的位置，再来看今天睡觉的地方，然后还有主食的地方我们要怎么摆设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开工吧。
终于完成今天的营位配置了。现在已经是，我看看，已经下午3点半了。到底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在忙什么。我们今天的下午茶，幸好我刚刚在便利商店火速的抓了这个煎饺，因为我太了解自己了。这样很舒服来吃煎饺，用柴火炉煎它，反正我现在也不急了，就慢慢煎。我现在也不急了。这样应该可以不用鼓吧？就这样，大家的好朋友乐压吐司盘，我们就这样子放着给它煎吧。今天天暗的蛮快的，现在才3点半。我们先来点外面的灯好了。我们终于要吃上午餐了。像我今天要几点吃晚餐呢？哇，这个煎饺好香啊！哦，如果你跟我一样，就是没有这么勤劳煮的话，我真的很推这个煎饺。便利商店的煎饺基本上，目前我好像都还没有踩到雷。很好吃哎。而且这个外皮这样煎的酥酥的。太赞了！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这个吗？这个八味粉，这是我在拉拉铺买的。它很好玩哦，它是全素的好吃。我们来吃这个午餐加下午茶。今天的营位配置，我今天没有睡内帐，然后没有暖炉。这里是厨房区，这样看起来真的还蛮宽敞的。然后我帮小居又多买了一个拓展延伸帐，大概2个礼拜后会到，再收到再打给大家看。冬天就是要有一片 TPU 啊，那后面这一片 TPU 坏了，所以
到时候我可能要修拉链才能够拉起那个延伸杖。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说一下，这种拉链我要怎么修理呀？啊，坏了！上次被我一个太粗鲁，然后我们久违的柴炉它出动了，虽然它已经生锈，这一卡去年用了大半年，我觉得还蛮开心的，很舒服的一个温暖的配置。我们来营区介绍吧。这里是哥巴伦的 C 区，它是站板雨棚区。站板呢，其实给的还蛮大的，但是通常这样子的营位呢，我会比较倾向都是认识的人，不然会有点尴尬。那前面呢，应该是可以停车，然后树林区它是不能把车开进去的，所以树林车的路友都把车停在这边。下方呢就是淋浴间跟厕所。这里是洗手台，然后它是有附吹风机的。男生卫浴在这里，女生的 shower， 应该看起来都是各3间。这个洗澡的空间还蛮大的，有可以放沐浴用品的架子，然后这边也有架子。那晚一点来洗洗看，再跟大家说洗起来的感觉如何。这边是树林站板区，它可以搭得下还蛮大的帐篷。那因为都有路友，所以就不特别靠近拍给大家看了。这边呢是它的公共区域，有冷藏跟冷冻冰箱，不过看起来是没有饮水机，所以请大家自己带水。然后水龙头漏出来的是山泉水。哇，这里就是觉得很美的山林区啦。这里真的很漂亮，但是呢，缺点就是车子是开不进来的，所以需要搬一小段装备。那老板呢有推车。那虽然是非假日，今天其实是礼拜天，可是呢，我难得有这么多的路友。好，我选了一个很里面的位置 ，B6吧。
备吃晚餐啦！好难得有路友的声音这么多。呼呼，今天晚上吃牛排。我刚刚刻意调味不要太咸，因为我想要尽量吃食物的原味。先来个香菇，好好吃。我觉得什么东西加上这个7味粉啊8味粉都很好吃。这个牛肉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。我的帐篷里面好热，因为没有暖炉的关系啊，不是说错了，因为柴炉的关系，没有暖炉，我打算晚一点吧，柴如果烧完的话再开。哦，这个甜椒真的很美味，有听到那个烤烤烤的脆声吗？然后我的蒜头没有剥皮，因为我不想让手有蒜头味，所以我把它那个皮洗一下。这样也可以吃得到蒜泥啊。好吃欸。这个节瓜披萨，大家一定要试试看，它超好吃的。还可以包这个。再包海苔。
洗好澡了，现在大概晚上10点左右。那哥巴伦今天呢是有很多路游的，但是大家都很安静，所以我也要很安静。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哥巴伦的卫浴，它就是男生3间，女生3间嘛。那今天当然是没有到满帐，不过路游也蛮多的。可是我这中间去洗手间的时间，然后包含我自己在洗澡的时候，其实都没有排队的状况。我觉得可能大家时间都非常完美的错开，所以数量上感觉上是够的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就是那个热水真的很好洗。因为通常我不会跟大家分享这一块太多的原因是，大部分时间就我一个人嘛，所以应该也不会抢水，然后也不太会有遇到什么瓦斯不热。那哥巴伦因为今天我刚好遇到比较多的路友，所以就可以测试这一块。第一，它的干净度真的非常高，感觉得出营主是一直不断的在打扫厕所，然后再来就是没有抢水，因为我在洗澡的时候应该同时有4间吧，都是有人在洗的，然后它的水很大，而且真的是足以让我洗头发，然后温度是蛮恒温的。对，不过因为接下来就要越来越冷了，那这边的海拔大概有900多，所以可能就是大家还是要测试一下水温啊等等的，就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做法。那柴炉洗掉了之后，其实帐篷里面就冷了起来，还好没有暖炉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对我来说，冬天露营很棒很舒服，但是因为我很怕冷，所以保暖的设备呢就是一定要做好。那大家都这么安静，我也差不多准备要睡觉了，我们就吃个小饼干，然后晚安，明天早上见。哦，现在是半夜的凌晨2点多吧，突然一阵好大的雨。哦，我刚刚突然想到我的手杖，我今天你也忘了给它加那个就是雨盖，幸好我刚刚赶快去拿来加，我整个帐篷里面湿掉了。它的水啊，就从烟囱孔这里直接灌进来，幸好我赶快想到，全部湿掉，我刚刚赶快去拿来加。还好我没有暖炉，现在帐篷里面的温度还是非常高的，不然真的这下要冷死了。今天早上喝这个金泽的美人咖啡，它上面还有金箔哎。
嘿，早安啊，家人们！今天的早餐很简单，然后我的帐篷呢，其实也收的差不多了，因为昨天晚上半夜下了一场大雨，然后还好，其实帐篷里面的东西是没有什么湿掉啦。那反正现在就是注定要失手了。我虽然人啊，真的不能乱讲话。我昨天在粉丝专页跟大家留言说，我是情侣系 YouTuber， 唉，人设翻车，马上就收师长。今天的早餐真的很简单，就是吃上个礼拜的起司三明治，我真的觉得太好吃了。然后因为没有暖炉的关系，所以很方便，就把它放上去加热就可以了。好，今天早上呢不喝拿铁，今天喝朋友给的金箔咖啡。哇，好香哦！其实现在才9点半左右吧，我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。等一下把箱子搬出去，我就可以进来收帐篷了。哦，所以好像是有史以来最快撤收的一天。啊，不管怎么样，不管下雨，不管是不是要收拾帐篷，还是要吃早餐，还是要欣赏外面的美景。那其实在哥巴伦这里真的很舒服，虽然说我昨天晚上睡得断断续续，因为一开始是起来上厕所，然后大概1点多吧开始下大雨，然后就赶快整理一下里面，因为我有烟囱嘛，所以水就从那个烟囱漏进来，赶快收拾一下，然后盖一盖这样，然后又睡着，然后5点多我又起来吃，然后又睡着，很快入睡。其实今天是比较可惜没有太阳，因为我们在山木林中嘛，其实如果那个太阳照进来之后，那个芬多精哇，整个会非常非常的舒服。那不过人生就是这样嘛，哪有每一次都干燥车收的呢？任性啊！好啦，吃早餐。收拾完毕啦，今天没有干燥车收，久违的
收了师长，没有关系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。那个秋冬季节的中央气象局可信度，因为其实我都会习惯先看气象报告，然后再决定我这个礼拜要去哪里。那一路从桃园跑到新竹，就是因为预报新竹五峰是好天气，所以我才来的啊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没有关系，不同的体验嘛。那也还好啦，我刚刚在收的时候并没有下倾盆大雨哦。昨天晚上的雨是真的比较大。那我们来说一下在哥巴伦露营区露营2天1夜的心得吧。这里诚如各位所见，它是一个森林系的营区，然后其实营位给的算蛮大的。再来的话，就是因为虽然是平日，可是昨天这边大概有一半的路友哦，那但是路友大家水准都非常的高，10点之后基本上就蛮安静的了，大家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。那整体来讲的话呢，它是属于睡时的营位，然后营主整理的非常好，然后有这个很棒的杉木，真的是很舒服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就是因为它是要搬装备的，可是其实也不会很远啦。那走到厕所的话，大概是1-2分钟内就可以抵达。那洗手台的话，约莫2到3丈，因为这样子看起来大概2到3丈会共用一个洗手台。然后有树林站板区、雨棚区跟我搭的这个树林区，我觉得是一个小但是很漂亮、很舒服，也整理得很干净的营区，就推荐给大家咯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好，开启小铃铛，可以上我追踪原家的移动超宝，跟我们的 Instagram 就可以找到更多即时车玩乐讯息。看影片的同时，不要忘了帮我热推哦。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，拜拜。